普这个任期第一次的亚洲行已经出发，今天抵达了日本。当然，全世界等着看，就是这个月月底，他跟习近平会什么？美中能够暂时停战吗？可偏偏空军1号还在天上，川普话已经说明白，中国如果对台湾轻举妄动，会非常危险。他到底是看到什么警讯？川普这一趟亚洲行，台湾就在风暴的正中心啊！川习会即将要举行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关心说，台海的问题会不会拿来成为两国在谈判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的啊？现在呢，川普啊，他就接受这个访问啊，他就提到说，如果啊，你今天中国要侵犯台湾的话，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哦。甚至在这个所谓的台海议题上面啊，川普其实讲说会提到，但是呢，不会把台湾来作为要提升贸易上面的筹码，而且还说自己非常尊重台湾啦。当然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都讲说，在美中协议的里面呢，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台湾。所以你说，今天如果你是老共，再傻你也不会在这个星期添乱吧？他任内的第一次亚洲行，今天飞到日本，接下来几天月底之后要跟习近平谈话啊。可是美国画红线。老共拼命的擦边球，事实上，你看中国对台湾的动作真的非常多。你光看央视在最近又公布了一个影片，他说哇，我们有好多架这个轰6战机啊在那里飞，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，他都很喜欢用这种所谓望远镜头来拍啊，而且这一拍感觉上好像哇，你看解放军的轰6K 居然俯瞰台湾的海岸线啊，好像我们贴得多近一样。但我真的必须讲，其实这个都是啊用超远的镜头啊，然后下去放大再放大就是了。但是呢，你说他今天放大之外呢，事实上啊，他有一些这个武吓的手段，其实也不断的透过这个网络放出来给大家看啊。你看他们其实解放军啊，首次披露说，他们要抢滩。其实过去啊，抢滩对很多人来讲，进攻方最难的是要抢占滩头堡啊，而且那个死伤会非常大。但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，他们居然动用画面上面你所看到，他们说这个叫做机器狼啊，因为其实在这一次里面，他们采用8只的这个所谓的机器狼进行协同作战，他们按照他们数据公布说，这个机器狼它可以啊带着步枪，甚至能够背上火箭筒，7分钟左右啊就能够送上滩头。而且很多人在讲说，我要抢占滩头堡的过程当中，你在抢滩的前200公尺啊，事实上火力非常密集。他说没有啊，我用这个机器狼的部分，28秒就能够啊穿越这个所谓的死亡线，甚至我的战损率啊搭配步兵的话，可以从17%降到7%，火力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在标榜是啊，我今天透过这个所谓的卫星网络的定位系统，我可以一个人操控8匹的这个所谓的机器狼。所以呢，从一开始发现到最后评估打击的这个时间里面，居然可以压缩从12分钟变成2分多钟就完成它的打击啊！修蛋姐，听到这个地方，大家觉得这个认知作战，你啊，53后盖眼睛呢？等一下，认知作战一而再再而三让你麻痹，下一次会不会由训转战？谁也说不准所以刚刚提到的是武吓的部分，但是文攻我跟你讲，它也没减少。比如说，他中国人大最近就通过说，我告诉你哦，台湾光复很重要，所以他们要设立10月25号作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啊。可是很多人讲说，台湾光复这个好歹跟中华民国有关系啊，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他们最近又开始啊，告诉大家讲说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中国的卫星很厉害哦，他们有一个光卫星技术公司旗下有一个吉林1号的这个卫星。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，居然放出来说，我从太空拍你台湾啊，拍的有多清楚，解析度非常的高是啊，而且呢，他这个发表的这个照片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像台北港啊、日月潭啊这些东西进来，连这个新竹科学园区都放假。但你知道他们公布这个影像的时候，他们还干嘛？你知道，强调说这个是要为祖国统一还有民族复兴来共同奋斗啊。所以大家就看到说，你今天不断的拍这种宣传片，好像台湾跟你中国两个啊是完全隶属在一起，甚至他们最近啊还推出这个所谓的触统片，叫做澎湖海战。而且啊，他为了要达到宣传的效果，居然找了谁？易烊千玺来担任这个所谓演这个康熙皇帝啊，甚至呢在他官方微博里面还一直特别强调说，澎湖是中国的澎湖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。这种其实让大家就觉得说，你根本是一种所谓的大外宣的宣传，但这也是文攻武吓里面的一种啊。所以看到这个地方，大家的疑问就是，你一开始不是跟我讲说，川普在空军1号画红线，叫你共军不要对台湾轻举妄动，撸共撸挑底，为什么？因为川普看懂了，内部越乱，
越 hold 不住，他越需要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民怨呐。最近大家在看到中国这个举办四中全会，但是很特别的是啊，在这个所谓的北京三里屯啊，居然出现画面上面这样2个标语啊，而且在这个标语上面，它其实挂在三里屯的这个时间点啊，是在四中全会后分这个挂上去的。但你有没有看到它上面写说什么？共产党啊是什么邪教啊？甚至还讲说呢，哇，大家要干嘛？建立自由啦、法治啊、人性的新中国啊！修蛋的这个不是出现在任何境外的一个抗争的现场，是在三里屯内最接近核心的这个地方。四中全会才刚刚结束，谁跟天界胆敢贴出这样邪教的贴文呢？虽然这个标语啊，后来他们立刻这个公安看到了，这个找这个保全啊，把标语撤下。但是更奇怪的是啊，你刚刚提到说要建立自由啊或干嘛的时候，居然四中全会期间啊，大家会发现到在网络上好多这个影片被流露出来，居然还有提到什么上海市长选举啦，还有一些抗议的人群有没有在天安门前面还怎么挡下台啊？等等，这个不会是身为 AI 出来的假画面吧？如果这是真的的话，哪有可能四中全会在里面开，结果让这些画面一则一则的出来播给你看，要乱的嘛？当然，我认为有一些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假的画面 ，AI 所做。你看这个画面上面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旗帜啊，甚至把什么邓小平的那个毛泽东的那个肖像把它往下撤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一个 AI 的假视频。就算是 AI 的假视频是假的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放任让它播出来耶？最重要是中国最厉害叫网管叔叔嘛，怎么可能没有经过审核呢？出了什么问题了？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其实你看像央视哦，这一次大家就看到说这个四中全会的这个报道里面，居然看到画面上面这一排人怎么通通都不见了啊？这个很奇怪，因为理论上面来讲应该要坐满人啊，结果发现到说这一次四中全会的出席率啊，居然才84%，创下50年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这种画面其实说来也真的是不好看。画面根本不应该播出来，可是央视总是假不了了嘛？为什么画面还是出来了？所以呢，这个让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控管上面？这样这一排人，大家一定会好奇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才提到说他们有些什么高官啊或什么的又中箭落马，而且这一次你可以看到18%的中央委员跟14%的候补委员都没有出现在四中全会上面啊。所以我刚说央视这个画面总是假不了，你怎么没有习近平拍款嘛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二中全会里面，这个四中全会里面啊，很多人高度关注是军方的将领，对，因为呢之前军方这个一共有42名的这个中央委员，但是有27个人缺席，缺席率居然高达63%哦，其中有那个上将缺席的只有22个人啊，但是大家就发现到说，他们之前不是有几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将啊，被这个打贪腐啊或什么的中箭落马这样，可是人数跟这一次没出席的人也差很大啊，对，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没有被公布出啊？而且你如果再回来看，从20大以来不到3年的时间，已经有28名的上将啊，要么就传出说被拔掉，甚至有人就讲说这个行动的这个部分啊，连他的行踪都这个沉迷的一个情形啊。来喽，进到今天这一题的深水区，四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一批一批的拔掉他们的星星，有多少是习近平手把手这样把他们提拔上来的？你都敢动？有人就开始怀疑，习近平是不是越来越握不住枪杆子了呢？而且更奇怪的是，像你中央委员啊，有些人被除名完了之后，他们其实不是会依序往上递补吗？是。但这一次决定递补11名的这个中央委员啊，本来是按照候补中委的这个所谓的排名啊来进行排序，对。但是居然被发现到啊，这个一个一个补上去，有7个人啊直接被跳过啊。这个被跳过的过程还包含了4名的军方将领。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种民主程序，说来那个俊相，我想要请你担任中央委员，你不要我就把你跳过去。这前提是要我不要啊，搞不好他们很想要，还在那边排队，居然有人从他头顶飞过去。那党的领导下面由得你说要或不要吗？这也是外界在质疑的嘛。那怎么解读这件事？那还有一个更奇怪的是，这一次增补了一个这个叫做军委副主席啊，叫做张生明啊。是。那张生明本身是中央军委的部分，但是他被这个拔上来，被拉上来当军委副主席。对。但过往的时候，如果按照惯例的时候，他其实也有可能应该要补选为政治局的委员，中间会有一坎，对不对？直接飞过那一坎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其实党政军来讲，党会在前面嘛。对。那结果呢，他担任了军委副主席，却没有获补选为
政治局委员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就非常好奇说，那你张升民是什么样一个角色？因为呢，过去啊，很多人觉得说他第一个出身陕西，跟习近平是同乡的概念，可是他又很特别，是他是火箭军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也有人讲说是张幼霞提拔他，等于是两边势力里面呢、大家协调完了之后，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一个人选，所以让这个所谓的张升民啊担任了军委副主席的这个位置，但是政治局的委员却不给他。观众朋友，我们给大家看这一段画面，真的是太冲突了。一群日本女高中生穿着制服，挤在台北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庙里，拿着红线要来求月老加持。他们都是来台毕业旅行的，怎么先来跟月老报到了呢？等一下，我们要用一个又一个无法解释的灵异办案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忘了，城隍爷可是惩奸除恶的阴间检察总长，怎么地检署会变成了婚姻介绍所了呢？你说台湾人如果拜神社，看起来也是蛮奇怪的哈。但是现在日本人更奇怪，竟然呢，高中生海外毕业旅行，照道理应该去西门町吧，或者是去这个我们说的夜市逛一逛，没想到竟然组团特别要去指明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庙，那看的样子应该是来求姻缘了哈。因为我们晓得这个霞海城隍庙有名的就是城隍爷嘛，另外一个就是月下老人。那很多人都戏称说，这个是不是业务已经拓展到海外去了？不过其实，在台湾海城隍庙呢，就已经赫赫有名喽。在演艺圈当中传出，当初小 S 啊、林心如啊，所以不晓得是不是林心如跟霍建华，小 S 跟她的这个老公徐亚军，是不是都有月老牵线呢？不过有一个传的比较沸沸扬扬的是，当初呢，我们的这个刘若英，当然她和她现在的中国大陆的老公。是一个富商叫钟小江，说当初可能也是靠月老来牵姻缘啊，不外乎是去求红线、求护身符啦。所以后来就传出说，刘若英啊，在喜讯之后带着喜饼到庙里还愿，更悬的来了。对，因为刚刚我觉得主持人问的也是很有道理，因为霞海城隍庙应该是城隍爷呀，应该是阴间的判官，哪来的月下老人？其实这个要从1971年讲出他的典故。话说当时啊。有一位母亲，她到霞海城隍庙的神桌前替儿子求姻缘。那结果呢？她有说，如果我一旦真的帮儿子求到，我就会回来还愿。好，但是真的求到了。但是回来还愿的时候，她心想，我总不可能只是跟城隍爷还愿啊，我又不是求官司，我是求姻缘。她就问城隍爷。你这边没有月下老人啊，我该怎么来还愿？结果后来他就在跋杯之后取得城隍爷的同意，他就请了一尊月下老人的神尊，让这个母亲呢不但能够还愿，也能让这个庙里头以后如果真的来求姻缘，你就有神尊可拜啦。所以一开始的那一尊法力无边的月老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多久以前啊？1971年换算的话，现在的话54年以前了。是好，那你知道霞海城隍庙这个，当然城隍爷的故事我也要讲一下啊。我们台湾有句俗话叫做“北港迎妈祖，台北迎城隍”。那我就来讲一下怎么迎啊。来，首先我刚才说了，从5月初，也就是5月初6的时候呢，要让城隍爷去出巡之前，先放军。什么叫放军？就是你让他们的五营兵马安营在城隍爷出巡绕境范围内的5方土地公庙之内，先去把这个前面要走的路先静一静。对，他们叫镇守邪祟。好了，那你放军之后呢？接下来我觉得有点像是什么？你看那个总统车队前面不是都会前导车队对嘛？先开路，先开路啊，先有交警啊，先去这个交管。那完毕之后呢，隔了大概差不多5天，也就是真正离城隍爷出巡的前2天，农民历5月11号的时候，还要派这厉害的喽，将军出来喽，就是暗访搜捕邪祟，范将军拿着虎头排旗锁链，这是绕境的前2天，最后5月13号当天，城隍爷呢才开始让大家来迎城隍。好，我们听到钟伯讲，城隍爷是阴间的判官，有冤案破不了的，找城隍爷祈求
有求必应吗？阴阳两界的执法者呢，就是城隍爷。其实将近在20年前，那个年代是没有监视器画面的，因为崔家崔郎其实很难找，包括嫌犯也都很难找。2007年有3名嫌犯，他去偷人家的这个设计师珠宝的公司，结果你知道这设计公司啊没有装监视器的设备，因为当年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盛行，而且也没有那么普及。结果怎么办呢？好。接案的这个警方呢，就想说没有监视器，我也拍不到嫌犯的脸，然后我又没有拍到车牌，我从何找起呢？结果就在这个城隍爷的帮助之下啊，其中因为3名嫌犯，其中有一个嫌犯呢拿了裸钻去底头的这个当铺去做典当，就靠着这个典当发现的这颗裸钻，循线拍到了这个嫌犯的车辆。结果呢，就开始监听这位男子了，好，他的电话啦，结果他留的名字跟住址都是假的，只有电话是真的。结果接手的警方呢，就循着这一通电话去监听，监听的过程当中录到了一句很关键的话，因为嫌犯说，咱都某几缸哈，咱来给某某网咖打线上游戏哦，就这么几个关键字好，竟然这样循线破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来呢，警方呢就开始讲说有网咖，但是台中是这么多网咖，好几百间，我从何找起？于是呢，好，我带着小队，我准备要去找网咖的时候，我踏出警局那一刻。不，咱来先去城隍庙，先拜拜祈求好了。好，这么一祈求完之后呢，光踏出城隍庙庙门的那一刻，突然呢，这个分队长他脑中啪闪出了一个画面，一个大型的网咖，而这个场景是他曾经带着少年队去临检过的那间网咖。我起鸡皮疙瘩了，什么时候你没有浮现这个画面？拜完这个城隍爷之后一出来，画面出来了，神机还在这边哦。好，他有了那个画面之后呢，他真的到了那间公益路上的那间很大的网咖，他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他直接直挺挺的看着里面有一个男子的背影哦，他还没有面对那个远景哦，背影，他直接走到那个男子的背影。那个肩膀给他拍2下，拍2下之后呢，这个男的他也非常淡定，因为他知道警方上门来了。警方说：“来，我是警察哈，要准备要盘查了。”双手拿起来，直接束手就擒哦，就这样直接问都没有问，没问，进门直挺挺问到了第一个，就是用手就是一，就这样抓到。多的是你想不到的城隍爷办案，哇，这个更悬，一场梦，3个醒杯，3棵悬崖下的树，清清楚楚给你 GPS 导引到那个地方，警察破不了的。城隍爷帮你破了。城隍爷他办案的时候呢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速的。除了窃案，他最有名的、赫赫有名的就是命案，尤其是冤案。这起案子是中和非常有名的捅尸案。好，死者在2015年的时候跟家人讲说，他要跟一个姓杨的男子去台东玩。这2个人什么关系呢？一起在狱中是好友。出狱之后呢，2个人有一点赌债的关系。好，2个人去台东玩了，去完之后呢，2个人不见了。家属找不到了怎么办？那当然，这个姓杨的跟他关系很大嘛，就问他就好了呀。是啊，好，开始找他啦，开始调监视器，调这个杨姓男子的车辆，开着调着监视器呢，停在国3的古坑休息站，监视器从上面一拍。拍到了车子的挡风玻璃，副驾驶座赖姓男子就坐在那边，但是情况不妙，因为他头靠着，感觉上一动也不动，他是昏迷了吗？还是没有生命迹象呢？好，警方赶快再循线去找监视器哦。到了山区，没有监视器画面，再也找不到车子的踪迹，也找不到人了，这个怎么办？案情陷入焦灼了。马爱郎，马爱行嘛，哈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能做的都做完之后呢，家属想说，不然我们去求神拜佛看看。结果案情陷入焦灼，开始求神问卜。这名不见的赖姓男子，他的媳妇呢，就开始每一间宫庙都去问。有一个乩童跟他讲说，你一定要去嘉义的一间城隍庙去跟他求，去跟他问问看，求城隍爷，如果有3个醒杯，那事情会有着落哦，会有曙光出现。结果呢，这个媳妇啊，就说啊，不是啊，我台中的城隍爷都已经拜过了，都拜过了，就这样啊。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乩童心说一瞪，气愤的跟他讲说，我 kill 你 你都 kill， 好，赶快去办。好，结果骂完之后呢，他就真的去了嘉义的城隍庙去拜拜。结果，但是他不是说要3个醒杯吗？怎么播？弄不杯，播的笑杯，嘿，啊没弄嘞。好，怎么办呢？后来这个媳妇突然想到了，她的公公有一次托梦给她，跟她讲说她在桶子里面哭，她就把这个消息呢跟城隍爷报告。会不会是因为呢？因为在桶子里嘛，所以这个公公也找不到，吹不吧？因为不知道地点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告诉他之后，就这样拔，还真的拔到了3个醒杯，连续3个都醒杯啊！是好，那么这样事情有曙光喽，开始透露出一些线索喽。好，就这样子查，警方查到了第一个线索。
这一名嫌疑最大的杨姓男子，他藏在台南的某一个公寮里面。同在公寮里面，但台南的公寮这么多，怎么办呢？好，警方找到了一个在公寮在那边煮菜的一个欧巴桑，就问他说：“阿姨啊，拍谁啦？有没有看过这个人的照片啊？”阿姨讲卖门娃啦，我唔知啦。那警方说：“无啦，你给我看一下啦。”这个时候，阿姨讲出一件很悬疑的话。你讲啥？伊讲啊，不安尼啦，我们家有一个观音啦，你来跋杯啦。如果有醒杯，我才跟你讲。有就有，无就无，你搁甲我讲条件啊！哎呀，很悬疑哦。好啊，警方想说，那就来跋嘛，一跋醒杯。哎呦，阿姨讲，爷来对，进去吹，就在公寮里面找到了这个杨姓男子了，就这样抓到人了。是一路上这么样的一个顺遂，神明一路助力。那问题是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哎。好，尸体在哪里呀？抓到了杨姓嫌犯啦。警方问他啊，你两唱叠对。好，他说我不爱供啦，我唔知啦什么的，很迂回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就在跟嫌犯周旋的过程当中，警方电话响了，叮铃铃铃。孙女打来了，孙女打来干嘛呢？她跟警方讲说，她梦到她的阿公跟她托梦说，有一个地点很悬疑哦，有红桥，红色的桥，有流水声，有山洞，最重要的是有3棵树。这个伟民你敢看哦，梦境一模一样，他当然不知道在哪里。那个蓝色的桶是被丢在哪里？3棵树下，树离地面多远？一个驳坎下去，但是怕你找不到，他告诉你那个驳坎旁边有什么特征哎。好，远景看了这个线索对不对？好，电话挂掉之后呢？好，你不讲嘛对不对？我跟你来吹，他就沿着这个红桥、山洞跟流水声。够嘞！哎，警方说很悬哦。他看到这个红桥之后呢，一摸到那个红桥，他整个人一个晕眩，赶快扶着旁边的这个栅栏，一摸着。他这样子一探头，刚好扶的过程当中，他眼神一顺下去，3棵树，筒子就在树上，蓝色筒子非常醒目，哇，那是不是就这么巧呢？后来警方直接零钱拿出来，蓝山呢，我不会5个醒杯，5个醒杯仔啊，赶快垂降下去了。一打开就是死者在里面了，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，冥冥之中呢，真的有玄机。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军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。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，多不容易！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。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，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